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奇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模型配件是由 Karaso 彗星工坊出品的一个尼式的通用战术胸挂。首先看一下外包装其实它是很薄的一个状态，然后背面的话相关的文字叙述，然后一个大体在人偶上的展示效果，侧面的话就是一些产品相关的信息。打开以后就是一版用塑封袋装着的模型配件主体，然后一个带有镭射效果的卡牌，然后背面正面这个卡牌还有点意思也是个小特点了。然后接下来大家看到这么一小个，其实就是模型配件主体。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可以发现它全身的材质都是用了一个真实的布料和塑料进行搭配，并不像其他的服饰一样会用到一个整体的尼龙件，而且后面还会有魔术贴相关的一些配饰，能够做到更多的一些 DIY 包括这个地方我看一下是一个魔术贴，可以撕下来，前面的位置都可以进行粘贴，下面的话有一个副包可以直接扯下来或者安装。然后靠近一些大家可以发现它的在卡扣方面也是用到一个尼龙卡扣，并且是什么呢？真实卡扣，两个指甲扣拢，然后往外一拔就可以进行拔出。如果你要装回去的话，也是把它给对拢，然后往里面这么一扣很结实的一个状态。你看我已经比较用力的扯它了。然后这个卡扣的话存在1、2、3、4、5、6，在身上都有配备。同时模型也配有一些松紧度的调整，比如说这个线它是可以拉紧的，为了防止边缘的这个绑带到处错位，甚至还提供了一个可以帮助小带进行归纳的一个小设计不知道你们这么乍一看有没有感觉它有点熟悉因为前段时间才刚刚真是玩了一个 Mirror Fig 家的一个素体，它这边同样是有一个战术胸挂，但这边的话它整个是一个尼龙的材质，包括它的添装方式，侧面扣下来然后往下搭，然后就扣在一起，看起来是一个特别重装的形态。但是在彗星工坊家这边，它看起来的一个表现我觉得是什么呢？更加细节，更加细致，因为毕竟是材质在这个地方是尼龙或者 PVC， 其他的 ABS 无法复刻出来的一个样子。那现在给大家做一下装饰当然作为对比，我先还是用一下 Mirror Fig 家的素体。好，现在装饰完成过后就是两款，一个是原配的一个马甲，一个是这次彗星工坊的一个马甲。那大家觉得首先观感上面觉得如何？原装的马甲旁边是一个长条的魔术贴，然后当然也会对它内置的衬衣有一个拉伸的效果。但彗星工坊家的话直接就是给你1、2、3条，从腰线到2个背甲它都是有一个绑带进行拉伸，并且会提到一个东西，在腰部的这个绑带我是着重进行拉伸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绑带长度是可以调节的，只需要把这个位置给翘起来，然后进行调整就好。就大家背过单肩包的都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调整，对吧？然后这边是整个拉过来，拉到了这边，然后进行一个捆绑。上面的话就是基础的一个状态，并没有进行过调整，它绑带也是在这个位置。然后作为一个稳定的话，通过这个串套，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取下来的话很简单，拉着往外一扯，它就过来了。但是这个前面的一个豁口设计又会拉着这个连接的套往前跑，就还是不会出现那种绑带松脱，然后你要塞回去塞半天的一个成像。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在玩的时候会需要一个镊子或者其他小工具，然后进行操作。其实这个东西很小，又会很细。在前面这个包装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是在旁边取了一个弹夹，直接往里面放。然后旁边是另一个手雷，也是可以刚好装进去的一个样式。塞进去东西过后，可以发现下面它是一个遮挡，它东西在里面不会漏下来，旁边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延伸，并且在这个胸口的位置，你看这儿，它是设计了2个小皮筋，然后也可以加大对这个上面内容物的一个捆绑吧。大家看我摇了半天，几乎它是没有松的一个状态。你装进去过后掉不下去，然后不容易，也不是不容易，不会轻易掉出来。你要拿的话也好拿，这边往上提一下，调整，然后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弹夹给抽出来了如果有镊子的话，其实速度会更快，然后再塞回去也是这么简单。它会有个捆绑把它固定死，然后会提到一个东西，这个口袋和这个口袋它里面是有充填物的。这边这个拉链它是一个装饰，并不可以直接拉开，上面这个带口也是不可以掀起来。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呢？我感觉像那个 EVA 那种非常软的泡沫榻榻米，大家知道吧，那种感觉。然后从侧面的话其实并没有穿帮，这样看起来的话整体效果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对于旁边最右边这个口袋这个位置它家本来的设计是用来放对讲机，但是因为我这个地方没有对讲机所以没办法给大家做展示。而且本身它的设定来看的话，其实
它应该是塞一个比较实体的东西，因为它这个包和旁边2个包它设计不一样，在这个包下面是实心的。你如果是装像手枪这种东西进去，你说如果是旁边啊，你可以手枪枪口从侧面插出来，那这个地方装手枪它就很不合适，你需要调整一下其他的情况。 OK， 那现在大家看的就是战斗女仆已经穿上胸挂的一个表现啊。它的比例的话，其实这几个人偶的比例啊，因为是真实和2次元的一点区别，所以你这样看下来其实他们的比例1:12没有问题。然后在适配度方面的话，因为这个战斗女仆她是2次元角色，然后身上也已经有了个腰挂，然后再上这个的话，如果是女性角色，我觉得我也不匹配的就是这个胸挂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身材，就是胸给整美了其他角色肯定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牌子最初用来打草稿的那个模特用的最多的就是小南娘啊，这次放在别的模型身上，它的一个表象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还挺适合，并且它的这个弹夹，大家看旁边这个弹夹装一个进来过后也是能够装得进去，但露出的位置相对会多了一小节。而且刚才换衣服的时候，我这边是将2边的肩带又拉长了非常长的一段，让它本身就表现出一个很紧凑的样子。就是说如果面对再大的素体，你只要合理的去调整它的这个松紧带，那它应该都是合身的。然后是塑形的贝尔加，这边可以看到作为这种萝莉身材的话，这个胸挂它看起来其实有点大了，好像这个素体它本身就不适合上任何胸挂，这个腰挂其实都是有点多余的。然后上起来的话，你从正面看，刚才我收回那个话，它好像从特定的角度去看的话，并不会影响它胸的一个问题。看起来还是挺小诱惑，但是面对这种不是真人实感2次元一些要动漫卡通一些人物，要选用这种材质仿真人的材质的配件去进行搭配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慎重考虑一下。然后是神猫跳动家的美魔修女，其实它给你的第一观感什么的，你感觉好像是找到专武了，但并不是。他家的这个素体体字还是小了些，以至于这个胸挂其实已经撑出了他的胸面的体积。之所以因为看着合适，是因为他家的大部分材质用的就是布料，你布料的一个衣服，布料的一个内部战斗服还有裙子合起来，就会让你觉得好像很合适。但其实从尺寸上面来说的话，他家的体子在目前的一个状态下，当然在后面的小南娘和之后要出的那个新品我忘了，但是我定了，它的体子都其实比例没有更大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个挎包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可以用。像小南娘飞七子她的那个女仆装是因为穿了衣服，所以显得衣服很壮，然后再穿上这个你就不会看着很奇怪，因为她把整个体子的一个大小给撑大了一些。所以如果你是以一种很休闲很清闲像这样这个体子我都觉得不用试了， Rominkin 家的一个素体你试上去也会和它一样的效果。它装起来前面它会有一大个胸挂把胸给挡住，并不是那种像刚才一开始蓝莓 Fig 他家素体的那种蓝素体合起来看起来是很正式的一个样子，就你哪怕把这个胸挂给他们装其实都是不合适的，更合适的话是一个比较粗壮然后显得更成身形的一个比例，然后再来画这个胸挂会比较合适一些。就比如说其实刚才你看的不合适，但现在你觉得好像又合适了，这个就是穿衣风格和搭配的一个作用。所以你在玩的时候，如果是体子它比较瘦有外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 Rominkin 他家的枪女有一个外套，那你用这个没问题没问题，用起来是很漂亮的。但如果你单独这么去用的话，照样都是 Rominkin 家的素体，那穿起来就会很奇怪。刚才有聊到一个胸围的问题那现在1:12比例下狂怒工作室的一个女素体，她家这个女素体是很壮实的，大家会发现但其实它的比例是相当的，对，就是1:12。但放在胸口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些壮硕，也不壮硕，其实这样看起来的话给它一些枪什么的拿着就是很贴合的一个状态，对吧？不管是绑带然后它的位置它没有位置下移或者其他一个情况出现，它就很正正的把胸部这个位置给挡住了。所以说它是胸挂，它不是腰挂，不是整个大面积的一个正向的防弹衣，它就是一个胸挂，它就应该在胸口。所以其实从专武这一块的话，狂怒工作室家和这个 Mirror Fig 这个素体它合起来的话表现力是更强的。就如果你是喜欢玩战术或者其他一些小兵器方面的一些1:12的不宜人偶，那这款配件的话其实对于你的一个帮助或者是适配性要高一些。除此之外的话，其他偏2次元一点的那就不是很适合了。
除非是穿了很厚的衣服让它显得更膨胀，那这个配件在服饰之上的设计看起来就会更娇小，也就更适配。OK，那这就是本期我对这个彗星工坊家这款战术胸挂的一个测评和一个把玩的感受啊。如果有什么没说清楚，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提出来，我这边都会一一回复。那希望每一个玩具都能成为礼物，我是侯奇喵，我们下期再见。